预算赤字 （budget deficit） 发生在一个政府在一定时期，通常是1年内的支出超过其收入时，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借贷资金来弥补这一差额。预算赤字是财政政策和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健康和稳定。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在某个阶段经历预算赤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周期、政策决策或外部冲击，预算赤字都是常见现象。预算赤字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和借贷成本。长期或大规模的赤字可能会影响国家的信用评级，增加未来的融资成本。此外，预算赤字还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财政健康状况和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我们先来看看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基本原理。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税收，如所得税、销售税、企业税；非税收入，如罚款、费用、国有企业收益。其特点是政府收入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税收增加。政府支出的主要类型有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国防；社会福利，如失业救济、养老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债务利息支付。其特点是政府支出旨在提供公共服务，刺激经济，保障社会稳定。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支出通常增加以刺激经济。下边我们来看造成赤字的因素。税收政策因素，比如税率调整，降低税率可能减少政府的即时收入，或者税收优惠，特定行业或群体的税收优惠减少了政府收入。政府支出因素，比如政府增加支出，在经济衰退期，政府可能增加支出以刺激经济。再比如紧急情况，如自然灾害、卫生事件，如 COVID-19 疫情，需要额外的政府支出。总的来说，预算赤字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经济现象，涉及政府的财政决策、经济环境和政策优先级。理解预算赤字的成因和影响，对于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和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至关重要。看到这部分的朋友，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做了个投票贴，欢迎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广大网友看到该有的普世价值观。投票地址置顶在评论区。上面我们谈了政府预算赤字的基本原理，下边我们来探讨预算赤字的实际案例。我们可以关注几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实施相关政策的情况。这些例子不仅能展示预算赤字的具体影响，还能揭示不同国家应对财政挑战的多样化策略。以美国为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导致国家预算赤字急剧增加。为了应对经济衰退，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税收减免。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减少了失业率，但也导致了国家债务的大幅增加。另一个案例是希腊。2009年，希腊政府的债务危机引发了广泛关注。长期的高支出和低税收政策导致国家预算赤字不断扩大。当国际金融市场对希腊的财政状况失去信心时，希腊被迫实施紧缩政策，包括削减公共支出和增加税收。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减少赤字，但也引发了社会不满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有趣的案例。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了刺激长期停滞的经济，持续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这导致日本的国家债务水平远高于其 GDP。尽管如此，由于日本的债务主要由国内持有，加上其持续的低利率环境，日本政府能够维持较高的债务水平而不引发财政危机。这些案例表明，政府在应对经济挑战时采取的策略会根据国家的特定情况而有所不同。每个国家的政策选择都反映了其独特的经济结构、政治环境和社会价值观。预算赤字并非总是负面现象，它也可以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或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管理预算赤字都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需要在刺激经济增长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之间谨慎权衡。在实施预算赤字政策之后，不同国家的经济转变展现了各种结果，其中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面临挑战的情况。回顾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 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对于短期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
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税收减免措施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和投资，帮助美国经济从衰退中恢复。然而，这些政策也导致了国债的显著增长。随后的几年里，美国政府面临着减少财政赤字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的挑战。虽然经济逐步恢复，但债务水平的提高也加剧了对未来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对于希腊而言，实施紧缩政策后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虽然这些措施最终帮助希腊减少了预算赤字并稳定了财政状况，但同时也对经济活动和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公共服务和福利的削减，税收的增加，使得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导致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抗议活动。此外，经济增长的放缓使得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的步伐缓慢。日本的情况则展示了一个持续高赤字国家的特殊情况。长期的财政刺激政策虽然未能完全解决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但也避免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然而，日本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庞大的国家债务。尽管目前日本的债务水平尚未引发财政危机，但这一高债务水平的持续存在对日本经济的长期稳定构成了潜在风险。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预算赤字政策的实施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是复杂多面的。在应对经济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长期财政健康和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结构、政治环境和社会需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措施。这些决策不仅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及时表现，还将对未来的经济稳定和发展产生长远影响。因此，理解和分析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全面把握预算赤字的经济含义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预算赤字政策不仅影响实施国家本身，还对全球经济和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观察具体案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种政策如何跨越国界，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美国的预算赤字政策，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财政刺激措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政策和表现对全球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美国政府增加支出以刺激国内经济时，其消费需求的增加也刺激了全球贸易，特别是对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国家，如中国和德国。此外，美国债券市场的变化也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包括国际投资者的决策和全球资金流动。希腊的债务危机和随后的财政紧缩政策不仅震动了该国经济，还对欧盟和欧元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希腊危机凸显了欧盟内部经济政策协调的脆弱性，并对欧洲银行系统构成了威胁。这一危机迫使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采取协调行动，提供财政援助并要求实施政策改革。希腊危机还引发了对其他欧元区国家财政状况的担忧，如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导致所谓的欧债危机。日本的长期预算赤字和高债务水平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作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日本的债务状况被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日本的低利率政策和大规模政府债券购买计划影响了全球资本市场，特别是对那些与日本有密切经济联系的亚洲邻国。日本的经验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处理长期赤字和高债务水平的案例研究。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预算赤字政策不仅影响本国经济，还可能对全球经济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可以通过贸易、金融市场和国际政治关系等多个渠道传播。因此，当各国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影响。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国际合作和协调在管理预算赤字和稳定全球经济中变得愈发重要。总之，预算赤字政策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国家的经济健康，还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紧密相关。通过深入分析和学习不同国家的经验，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全球性的经济挑战。